收看早安美国节目，我是方伟。好，这个明尼苏达 Minneapolis 的这个枪击案之后呢，这个市长和主教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东西非常尖锐，到底是为什么呢？好，待会儿跟大家讲。第二呢，美国第二季的经济成长可以说是强劲，那川普经济学再次发威。另外呢，是美国将彻底取消小额包裹，在今天凌晨这个12点钟的时候，那么拼多多跟西英的商业模式，那么从此就真的是没了哈。另外呢，关于这个中国学生所有国家的学生F1 签证、J1 签证以及说 iVisa 媒体签证可能会出现大的变动，这也是关乎到很多华人的这个消息哈，待会儿给大家来详细的讲。那最后讲这个93阅兵9月3号将举行的叫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叫做胜利80周年在北京举行的阅兵，真正的看点是什么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相信你在别处没有看到这样的看点。好吧，我们先讲这个直入正题，讲明尼苏达州的叫做 Minneapolis 的枪击案发生之后2个小孩子那么不幸去世，然后另外17人受伤，那么真的是非常惨烈的一场这叫做枪击案那明州州长弗雷结果他在后来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了2句话那引发巨大的争议。第一呢，他就是说你别把这件事情扯到变性人身上去他说不允许因此产生对变性人的任何的一个歧视。第二呢，他批评那些就是呼吁祈祷，大家出现这种事情，大家都会说我们为这个死去的孩子祈祷为他们的家庭祈祷。他就说你别说什么祈祷了这些孩子当时就在祈祷这是开学的第1周，他们就在教堂里头祈祷，然后被打的。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祈祷有啥用呢？那么一些民主党的官员呢和一些极左的媒体也是呼应，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信仰有什么用呢？枪打来不是照样打来吗？那明尼苏达州的主教叫做罗伯特·巴伦就回应说，天主教徒并不认为祈祷能够神奇的让人免除一切的苦难。那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他就是面临那么巨大的苦难的时候，他也在认真的祈祷。所以呢，这个争议当然现在已经这个争议现在延烧的越来越大了但是我总觉得我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关于这个争议的报道，第一个是他们就没有说到实质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典型的是一个叫做不懂叫做信仰的人来嘲笑懂信仰的人，也就是说无神论在笑话有神论意思就是你祈祷有什么用呢？其实在我的看来我说一下我的看法祈祷其实是自己和神对话，和自己的神对话，加强自己的信念，并且忏悔自己的不足，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走过神安排的给人的考验这样来生才有最好的结果。其实真正懂信仰和懂宗教的人他所追求的都是来生的幸福，是来生的天国他把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当作考试人世间确实会充满了挑战，甚至包括不幸，就是看你在这些不幸面前你会不会动摇自己的信仰，能否走过来神给你安排的考试。无神论呢，他完全不懂这一点他不知道来世，他也不相信来世，他也不相信天国，他看到的就是当前的世界。所以呢，祈祷要有用的话呢，就是让我过得更好让我可以出名，让我可以发财，让我可以无灾，让我可以无难，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个，我就不祈祷。这就是这位市长弗雷他的这个逻辑嘛。但是确实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对于宗教人士说，人生其实是考验，人生是考场，甚至常常充满苦难就包括这场枪杀，它其实就是一场考局。所有经历这场考局的人呢，如果能够真的信仰不动走过这场考试的话，那就算通过了这个考试。那有人说那死去的孩子那怎么办呢？其实用宗教界的话说那他们的去世也有神安排他们的角色，他们就扮演这样的角色。但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大可以专门这个开一场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跟沟通。我觉得看到这种就是无神论跟有神论争论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鸡同鸭讲就完全不在一个叫做频谱上来说话。但是呢，这些争议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我们平时没有看到的或者没有想到的东西这是方伟这一点的一个小评论。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美国第2季的经济强劲成长商务部经济发展局那周4发出报告。那么根据他们这个机构第2次评估的数据，2025年的第2个季度实际美国国内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增长了 3.3%， 高于最初预计的 3.0%， 也高于道琼公司它的经济学家所估计的 3.1%。
那么这里头特别有一个东西叫做 Final Sales to Private Domestic Purchasers， 国内私人消费总量。那么这个指标激增了1.9%，就高于之前估计的1.2%。那美国联储局的官员是密切关注这个指标哈，因为它更能够反映美国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真实情况。大家知道啊，美国国内的购买力啊，这是私人消费、民间消费，这是美国 GDP 成长的重大的内在的动力。那川普之所以能够技术这么强的关税哈，而且大家一个个弯腰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看重美国的私人消费的能力和它的购买力。OK， 那另外呢，企业投资以5.7%的速度在增长啊，远远高过最初估计的1.9%。所以，川普的减税跟减规在刺激美国企业在花钱啊，在开始蓬勃的发展。那么，另外呢，联邦政府的支出啊，在第一个季度下降4.6%之后，在第二季度以4.7%的速度再次下滑。所以呢，这就是典型的啊，川普所说的开源节流的态势，开源跟节流两个方面都在发生。我们就看吧，随着长久以来哈，那么川普的这些减税减规带来的美国经济的宏观的这个提升，以及带来的这个政府收入的增长，那么它的情形是什么？迄今啊，在大而美法案也好啊，等等所有这些估计中，你说关税你还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你这个政府砍支出也做得到，但是整个经济的改善带来的这个饼做大哈。然后呢，相应的这个叫做政府税收的总额呢也会增加，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没有人能估计得准的啊。我们就看一下，我对这件事情啊，其实是相当乐观啊，除非有巨大的这种流行病啊灾祸来中断美国经济的成长，否则这方面的成长会超乎预料。好，那下面呢，我们讲这个下一则新闻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美国，既往美国的小额包裹哈，就再也没有免税了。那说这个之前呢，我先说一个消息哈，我在节目中呢，经常给大家介绍著名韩国这个叫做韩医徐孝熙院长所研制的清肺的产品啊，叫扁康丸。那韩院长认为说，这个肺的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的保障。那么全球呢16万人通过服用扁康丸，见证了它是这个清肺的一个神奇的功效。那百闻不如一见哈，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个姓洪的老太太哈，那住在洛杉矶，她呢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她今年是88岁，那在退休的时候呢，曾经是担任大学的海洋生物系的讲师。在2002年，她就是患肺炎的时候检查出他的肺有纤维化，在西医里头肺纤维化几乎是没法治的。2016年呢，再诊断出叫做支气管扩张，那多年来是饱受呼吸困难啊、咳嗽啊、心慌乏力啊和这个失眠的困扰，那体重掉到只有90磅。那个时候他是脸色蜡黄哈，叫做骨瘦如柴。那么经常感冒，反复的发肺炎。他曾经回到中国大陆去求医，也没有找到答案。后来呢，他看到扁康丸的分享文章，在2017年的7月底，他开始吃扁康丸。那吃第一瓶之后，他就发现力气增大，咳嗽减少。到了2018年初呢，这个 CT 扫描就看到他的肺部的炎症就明显的减轻。那虽然中途也出现过睡眠不佳呀、耳鸣啊、皮肤过敏等状况，但是呢，扁康丸的服务中心就指导他怎么去缓解哈。来到2018年夏天，就过了几个月，他体重就增加到104磅，气色也好转了，讲话也流利，老年斑也开始淡化哈。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得过肺炎了，每天都可以出去散步。到了第二年3月份，2019年3月份，耳鸣就完全的消失了，睡眠正常。那今天他还在服用哈，但他已经可以正常的生活。这个洪老太太呢，就非常感谢扁康丸，认为它给她带来了明显的这个改善和生活的希望。有类似的情况的朋友哈，就是鼻炎呐、这个皮肤病啊，还有这个肺部疾病啊等等之类的哈，就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那么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联系他们的客服，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帮到您或者您的家人或者您的朋友、亲戚朋友哈。好，我们下面来讲这个寄往美国的小额包裹再就没有免税了。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呢，川普一上任就干过，结果上来干了2天就停下来哈，因为哇，这海关面临的工作量太大。那么经过7、8个月的酝酿之后呢，川普再次永久祭出这么一个政策的改变。怎么讲呢？就是简单的说，就让拼多多啊跟西恩能够用廉价商品能够充斥美国市场。那么存在了1个世纪的叫做税务的漏洞，那么川普刚刚把它终结。联邦政府呢，在本周五起哈，就是正式取消对800块钱价值800块钱以下的进口包裹的低价免税，这么一个优惠。那么这项优惠其实是从1938年设立的哈。那么在2015年呢，把免税额从200块钱当年设立的200块钱提升到800块钱。
那么如今呢，就正式是走入历史。那美国官员强调说，这是一项永久性的改变哈，即使跟美国关系密切的贸易伙伴，也不可能指望有一个恢复啊，或者有恢复豁免。那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TP 表示说，从今天早晨的凌晨0:01开始，所有透过美国快递公司这个叫做送来的包裹哈，都全面将依照叫做实际的价值征收关税啊，由快递这个叫做快递方代为收取，并且办理报关的手续。那么另外呢，就是通过外国邮政哈送来的这个低价包裹有一个过渡期哈，在未来6个月之内呢，它的过渡期内呢，就是缴纳固定的费用，一个 flat fee。这个 fee 是怎么样？看不同国家不同哈。那么对于这种关税低于16%的国家，像英国呀、欧盟啊，它的包裹就是每件交80块。啊，关税在16到25%的国家，像印尼啊、越南呢，就交160块钱啊，翻倍啊。关税超过25%的国家呢，就包括中国呀、巴西啊、印度跟加拿大，要缴$200。哇哦，那想想看，你寄个包裹要交$200，哇，这里头得装什么东西啊？总之就是很贵就对了哈，所以以后我想没有人有人想往美国寄商品哈，寄商品赚钱了。那么这个过渡期呢，在明年的2月28号结束，届时所有的邮政包裹都将全面以这个货物的价值来课税。这就是川普的一个重大改革。那当然了，对很多这个往美国寄包裹的这个小商家吧，他会或者像大商家哈，卖小商品的大商家，像拼多多呢就会很糟糕哈，他们得重新想出路了啊。但是对于美国的叫做关税，美国的政府，那么这是好消息啊，关税会越来越多。好，下面来讲一下这个中共间谍战瞄准斯坦福学生，这是个短新闻，但是还是很重要哈。那根据 Newsmax 的报道，在8月28号，一个斯坦福的学生叫做艾丽莎约翰逊哈，他就透露说，他在去年收到一名来自于 Charles 城的斯坦福同学的叫做短讯，许诺给他钱，给他免费的机票啊去中国，那么结果呢是试图招募他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他后来感觉到了哈，就报警。那 FBI 呢就证实这个男子其实并不是斯坦福的学生哈，这个 Charles 陈，而是怀疑他和中共的国安部有关系。那约翰逊呢，这个女生还发现说，从2020年以来，至少有10名这个斯坦福的女性遇到同样这种叫做诱惑或者这种手法，他就说呢，中共所做的事情呢，既令人害怕又非常狡猾。如果你突然收到陌生人让你去中国的信息，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就专家指出说，这一类行动就是中共渗透美国大学呀，获取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和国防科技研究的一部分。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学术同僚啊，突然给你写个信啊，邀请你去中国访问，然后什么都很方便，这个那个的。佛罗里达州的州参议员叫做阿什利·穆迪就警告说，如果中国学生是单纯来学习的，那就没问题。但是当他们被迫充当间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允许不能继续邀请他们进入美国。所以我再说一遍哈，这又是中共干的这些事情，真的又是一堆老鼠屎坏掉一锅粥的情形哈。接着下面一个美国政府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改革，就很可能跟前面说的这件事情有关系。怎么说呢？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在8月27号公布了事实上收紧对外国学生、外国留学生和媒体人士发放的签证的一个修正案。那么从1978年以来哈，大家知道美国的 F 签证哈，就是 F1 签证，学生签证被批准这个以身份有效期，只要你身份有效，你可以长待美国，可以一直待下去哈。只要你一个学校换一个学校，每个学校给你一张 I-20 就可以了哈。在美国一直可以当学生当下去，当上几十年都可以。理论上哈，当然没有谁想当几十年的学生了。那另外访问学者呢用的 J 签证呢，它有效期呢一般也是可以长达5年。修正案把 F1 签证定到只有4年。J1 签证也只能到4年。那另外面对媒体签证有一个叫做 I 签证，就是外国媒体哈派记者到美国来，一签就是5年啊，拿的是 I 签证。那么结果呢，现在把它改成只有8个月，变成240天，而中国的记者只有90天，只有3个月。如果这个修正案成为事实的话，将对全世界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那国土安全部呢，在未来的30天之内将接受公众意见哈，那么很可能对叫做美国的学术交流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这怎么说呢报道吧，都会产生这个更多的约束和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话说到这儿哈，我说实话，其实他的风头指的是中共啊，中共他想限制中共派驻美国的记者，让他们待不下来啊。那本来大家知道那个中共在美国派记者他有套路的，
派一个英文、中文都好的一个记者到美国来，给中共的华语媒体当记者。他当记者，对不对？他在圈内跑，对不对？就把社区不就很快跑熟了吗？经常采访这些美国的这个官员呢，高官、低官、中官都去采，跟他们人脉混得很熟。然后呢，再从这个叫做媒体签证换到 H1B 啊，换成工作签证，再从工作签证换成绿卡。再到绿卡的时候，他就可以跳槽了，离开媒体，跳到哪里去？跳到政府官员的亚裔助理啊，这么一个位置上去。那么无论从 city 的还是州的还是联邦的哈，都存在很多这样的工作这样的需要。所以呢，然后他成为美国这个国会议员，甚至于国会议员的这个亚裔助理之后，他就开始左右美国地方政治。啊，甚至影响美国的国家的决策，这就是中共的他派驻美国记者的一个套路哈。当这个套路现在显然被美国政府也识别了，那么下手就治他，一治就治到所有的人，真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真的非常遗憾哈，中共这个政权，他就是说坑了很多华人啊，甚至坑到全球的人，因为这件事情逼得美国不得不提高警惕，结果有的时候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关于这方面吧，我觉得这方面的事情，关于斯坦福大学啊，还有昨天发现的那个叫做德州达拉斯的那个不是休斯顿的那个很厉害的哈，那个顶尖的美国的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医生，中国医生偷东西回国，这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啊。在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华人一定要表态啊，大家不要想说我上次写过信了。你要不断的写，不断的写，特别这些事件就是你写信的好机会。所以呢，我会再发起一封这个12封信的这个叫做一个呼吁哈，请大家我觉得踊跃的参与，这都是帮助我们美国华人在美国站住脚跟必要的动作哈。好，那么下面一条新闻呢，讲一下这个叫做很有意思哈，加州州长纽森呐，他最近干的一个事儿哈，他现在宣布他要在全州加派警力应付各地的犯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川普总统正在施压，并且说你要是你的犯罪再不下去的话，我将派这个国民警卫队甚至于美国军队进到加州各个城市，如果你不让我派的话呢，我就把联邦给你的钱给卡住，所以前后都不是路啊。结果加州州长纽森呢，他在8月28号，就是昨天呢，就宣布说哈，将部署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叫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哈 CHP 的犯罪压制团队到全州的各大城市，协助地方警察打击犯罪，这个行动会涵盖到洛杉矶、圣地亚哥、加州内陆地区和旧金山湾区等地区。它重点针对的是现在顾不过来的汽车盗窃啊、毒品交易和有组织的犯罪。所以呢，就是因为他不想川普派兵直接进来啊，既没有面子，他也管不了哈，所以呢，川普现在真的是在逼着民主党官员不得不自己去担心或者关心或者解决犯罪问题啊。所以就在几天以前，纽约的州长在东部纽约的州长这个凯西霍楚在恳求纽约的这个法官不要再把罪犯放回街头，不要对他们宽宏大量，否则的话呢，否则会发生什么？下句话，否则不是说我们的街头犯罪率会上升，他说否则联邦政府可能会派兵进来。但两个都是对的啦，但是霍楚的看到的是后者哈，因为这样的话对他就是很没有面子哈，也会让他失去地方某种管辖权。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川普就对于这个治理全国治安的方法有他非常独特的方法哈，要么像华盛顿 DC 这样子派兵直接进去，12天之内扫荡一切，连这个游民的营地全部扫掉哈。这个国民警卫队现在在华盛顿 DC 在首都是清洁工环保清洁工把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再说一下哈，我们有没有在首都上班的我们的华人观众，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下，最近这个首都的卫生情况和治安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好不好？给我们留个言，让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情形怎么样。我在 X 上看到的是，国会附近的游民的营地全部都清理干净了，干干净净的哈。现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好吧？不管川普直接派兵进去，还是做事要派兵各个这个民主党的各州就不得不动起来哈。你要不动的话，人家兵真的就来了，你还是自己来派兵嘛。所以呢，对于老百姓都是好消息，不是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洲的一个新闻呢，希望这个新闻不要这个演化的变得更大哈，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印度尼西亚的国会外呢，连日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数千名学生跟民众与镇暴警察冲突。它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呀？是去年9月份起这印尼的国会的议员就是提工资涨到每个月5000万印尼盾，5000万印尼盾差不多等于是3000块钱的美元给他们5000万印尼盾的住房津贴，加上他们的薪水，再加福利，可能一个月
他们能收到1个亿的这个印尼盾，差不多等于6000个美元哈。6000美元你觉得很多吗？好像觉得不多哈，我们华人都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印尼全国的平均老百姓的收入只有310万的印尼盾，也就是说呢，只有多少钱？200美元。老百姓的平均水平只有200美元，但是国会议员呢有6000美元。所以呢，就是让民众感到非常的愤怒啊，就闹起来了。大家知道，在美国啊，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我看多少钱啊？美国国会议员差不多117000块嘛，对不对？联邦众议员呢，差不多1个月就是将近9000多块钱哈，接近1万块钱的这个工资，抵不上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哦，是这样子的啊。至于说律师啊，这个叫做什么？律师、医生，这个小企业主，那完全就抵不上。所以美国的官员叫做低薪养廉啊，从建国到今天都是低薪养廉，很多国家不是的，它是高薪养廉啊，甚至香港直接就是说高薪养廉，所以呢完全思路是不一样的。印尼显然是属于后者哈，所以呢随着最近食品啊、教育和等民生开支持续上扬，再加上纺织业的裁员潮，让很多印尼的家庭感受到生计的压力。那么现在就批评政府不顾社会底层这个老百姓的感受。那么结果呢，又发生另外一件事儿，这个警方的装甲车在驱散抗议人群的时候，碾过一个摩托车的司机，当场死亡。那摩托车的这个司机协会就澄清说，我们查了，这个死者连示威都没有参与，就被你们压死了。所以这个死亡事件又激起舆论反弹，导致抗议进一步扩大。那么印尼现在的这个总统啊，叫做苏比安托哈，上台才不到一年，连续不断的抗争已经在发生了哈，对他的施政呢形成严峻的考验。那去年的全国性的抗议曾经迫使国会放弃修改选举法啊，并且一度重创印尼的货币跟印尼的股市。如今呢，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和政策争议叠加之下，印尼社会的不满情绪呢正在持续的升温。我们就看往下会发生什么事儿哈。好，下面我们讲今天的重点话题，就是中共的93阅兵。我这个标题说拿自己开涮哈，这什么意思哈？我们先说一下中共93阅兵，就是下个星期三，他都请了些谁呀？请了谁？谁来谁不来哈？现在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名单可以打出来看一下，这个请了些谁？请了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哈，请了这个金正恩、柬埔寨、越南、老挝、印尼、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尼泊尔、马尔代夫、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这个哒，我就不多说了哈。这一缸子下来，大家看明白没有？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只有一个斯洛伐克的总理啊，他总理他不是总统啊，他是2把手啊，所以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元首来，也没有一个当初反法西斯的这个叫做战争的主体的国家的元首来，因为这个活动叫做反法西斯这个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嘛。不光如此啊，日本这个石破茂政府公开呼吁欧亚各国领袖不要出席。大家知道，日本作为这个2次大战的一个战败国哈，它在这方面一直是很低调的哈。那么，但是呢，而且日本的对华政策一直比较缓和啊。这一次就是公开不给中共面子的做法就相当罕见。这个罕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么中共一直把日本当靶子打，对日本政府内哈亲共和解派。他们也没有信心了哈。第一呢，你怎么亲共都没有用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再这么干的话，会失去日本的民心，因为日本也被逼到对这个中国的反感上升很多哈。现在整个其实现在日本被逼到自己武装起来，他已经几乎废除和平宪法哈，重新武装起来，并且公开跟中国这个呛声啊，其实是中共逼出来的。但中共逼他不是因为中共觉得敌人不够啊，就多出几个敌人，不是的，原因就是他需要假想敌，来煽动自己的民众，稳固自己的政权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中共做的事情啊，都是利己不利国的，利己不利民的。所以这么做下去的话，最后中国真的是会四面楚歌啊，都是中共弄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他要坐稳他的政权，他就需要这么做。另外呢，韩国总统李在明呢，这个虽然是亲共的，但是已经确定也不会出席。他在华府做的演讲也提出说，不再走叫做美中之间的叫做安美经中。什么叫安美经中啊？就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哈，这种路线。也就是说呢，他已经答应了川普所说的，你不要两边游走哈，你想清楚啊，想清楚选明白。不要两边齐强。所以呢，这个李在明确实在华府的这个演讲中就说了，我们不走安美亲中这条路了哈，意思就是我会倒向美国。那这里说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来？
有的人说那是因为普京来啊，普京来他们就不想来啊，因为在他们看来，普京是一个叫做谋杀犯嘛，对不对？不想跟他同台，那是这样吗？你这么想不想？如果普京不来，他们会来吗？肯定不会大面积的来，对不对？因为中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什么角色啊？谁都知道很可疑，最起码非常牵强。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候，中共还不在呢，对不对？他的政权根本就不在，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事实上呢，我觉得这只是西方的一点犹豫，但是呢，真的就这个活动本身呢，是存在重大疑点。所以这是下面我跟大家讲的话题哈，讲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回顾。其实，在这个叫做日本侵华战争以前呢，就是大举侵华，我说的不是卢沟桥事变啊，是这个淞沪战争开始之后，之前，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共就是等于是当初从这个江西往这个北边跑嘛，目的就想跑到苏联去，背靠苏联可以活下来。当时在陕西盘踞哈，就剩4万人。几乎可以一战而灭。当然了，后来就是经历这个西安事件嘛，这个西安事变啊，蒋介石就承诺不打中共了，让他可以活下来啊。中共军队编入这个国民革命军啊，就是新四军跟八路军。结果8年抗战之后，中共的4万人变成120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掌握1亿人口的根据地，有本钱跟国民党争夺天下。那这点你说那就人家很会经营啊，那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大家想想看，整个在抗日战争的主体期间，中共基本上没有遭受日本的认真的攻击那么作为中共的这个叫做首府延安，完全没有事。当时日本的飞机飞过延安去轰炸背后的这个兰州跟西安有多少次？但是从来没有在1939年以后，从来没有轰炸延安一次。在这个期间，这个叫做抗日战争后面的5年1939年到1945年，中共在南泥湾搞大生产运动，扭秧歌，开群众大会，搞整风运动，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个就是一个党建的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状态。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日本空军在反复的轰炸重庆，并且越过延安轰炸兰州跟西安，从来没有见过日本空军轰炸延安。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从来没有进攻延安，也不存在延安保卫战。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是偶然的吗？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还记得这个辛浩年教授就是中国合肥的一个这个学者辛浩年教授，当时去到旧金山湾区他当时去讲他的一本书叫《谁是新中国》。我当时听他的演讲的时候，我当时听的真是有点哇哦，就这种事情谁是新中国这本书，谁看过这本书能不能留个言？我看多少人看过这本书？这本书非常非常值得看。那么他当时就讲说这本书怎么写出来的？他说这本书就是重新把抗日战争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这件事情重新把真相找出来。他说这些真相都不是国民党中华民国那边的史料，是中国大陆现存的史料，只是把它翻出来整理出来，汇整出一个叫做完整的一张图。他在中国就写成了这本书但是后来呢，他要逃离中国，要去到美国。如果在海关截住这本书的书稿的话，那肯定就完蛋了于是呢，他怎么办？你知道吗？因为我采访过辛教授他把整个的内容全部背下来，你相信吗？所有的数据全部背下来。当然了，辛教授也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背下来之后，然后呢，就是不露痕迹的离开中国，在海外把这本书再重新写下来。我说几个数字他从中国大陆的整理的这个史料中总结出来，整个抗日战争呢，这个国民政府跟日军大型会战20多次。这个包括长城抗战、台儿专战役这个徐州战役、这个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3次长沙会战等等那么中型战役200多次，对日战争是1万多次在这个过程中呢，国军在8年抗战中牺牲了320万这个士兵这个将领牺牲了就200多人其中高级将领100多人。而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共只是在抗战的早期打过很少量的这个战斗，而且小型战斗，像所谓的平型关战役是个小型的战斗，遭遇战而已。他目的也是为了取悦苏联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面对这个叫做日本的这个叫做威胁嘛，希望中共帮他分担希望中共主动攻击日本人。但中共并没有那么做，在早期做了一点点而已。后来所说的中共现在宣传到了没人要听的这所谓的百团大战，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将领彭德怀自己做的决定。他做了决定之后呢，还被党内批评
啊。所以中共当时在抗日战争的这个政策是这样的，12个字哈，叫做1分抗日，2分宣传，7分发展。所以毛泽东直接说，抗日是手段，发展壮大才是目的啊，这是毛泽东的原话啊。毛泽东在1941年3月份到1945年8月份整个抗战期间写了很多文章哈，那么全部收录在《毛选》的第3卷。所以《毛选》第3卷基本上讲的是抗战的时候毛泽东的言论呐、他的文章、他的思考等等之类的，没有一个字讲怎么打日军、怎么抗日的，只强调如何利用抗日来打国军和扩张我们的根据地啊。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侧面。那另外呢，就是说辛浩年教授的调查就发现说，当时有几个人，一个叫潘汉年，一个叫饶漱石，一个叫杨帆，从1939年开始就受命跟日本接触，在1940年呢就接触到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情报头子叫做岩井英一。结果后来岩井呢就把这个中共的信息转给另外一个日军的高官，叫做营佐真昭。那么后来呢，潘汉年就直接跟侵华日军直接联系。那么他给日军提的提议是什么？说中共和日军在华北停战，互相交换情报。那么中共可以提供国军作战计划和军事秘密给日军这些情报来自于中共渗透国民政府的间谍网。那日军呢，则回馈中共这个国军的他们掌握的国军的情报，并且默许中共扩张他的根据地。所以这就是延安跟日军之间的这个默契停战呢。为什么日本的空军不轰炸延安，就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么在1941年呢，潘汉年更驻进这个汪精卫这个伪政府在南京76号叫特务总部，跟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叫李士群会面，商讨中共和汪伪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那么从此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从此再也没有针对延安的轰炸和进攻。从1939年到1945年，没有一个炸弹都没有掉到延安头上去延安的地面。但是在这个期间，中共专打国军避战日军，专打国军，总共攻击国军3200次，消灭国民政府军50万人。在抗日战争的最激烈的时候，50万国军的生力军被中共军队消灭而整个的抗日战争8年下来，中共从一战而灭的，可以一战而被灭的4万人，成长到120万的正规军、200万的民兵和1亿人的这个根据地的人口，终于在1946年和一个这个叫兵疲力竭的国民政府一较短长了。这就是抗日战争的真实的现象，真实的一切在1972年9月份呢，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想跟中共建交嘛，叫访华，跟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就公开说，没有你们的侵略，这原话没有你们的侵略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政权，我们的胜利是日本军阀帮了忙，我们要感谢你们。所以为什么后来战后中共也不问日本要这个叫做战争赔款？因为他觉得你送我一个政权，送我一个国家，我就不用要这个东西了。所以呢，中共呢在整个抗日期间是假抗日争夺权，他和日本法西斯，如果我们把日本这个叫做侵华的这个势力叫做法西斯的话，他是跟日本法西斯勾结。那么在战后呢，再去离间国民政府跟美国的关系，来抢下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抢下之后，他重新再去书写抗日战争的历史，完全抹杀国民政府的功绩，说什么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在抗战之后下来摘桃子，这都是我小时候一直听到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贼喊捉贼。然后呢，给自己戴上光环，说自己是什么抗日的中流砥柱那么到今天抗日战争这个胜利80周年或者反法西斯战争80周年，我们现在回顾反思，就需要正本清源，还历史一个真正的清白。这个下个星期3的93大阅兵它其实真正的目的它不是要纪念什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它只是想彰显中共的团结。那习近平现在在各方的质疑之下那么他权力不保的质疑之下，要把习近平捧出来，显出一个党内没事，我们仍然团结的一个态势。另外呢，也能奠定中共的一个国际领袖地位。最起码呢，他的那些能够找到依附他的那些国家的这个元首吧，可以把他们扯过来给自己壮威，给自己树威。但是呢，西方社会那么真正反法西斯的主体国家一个都没来，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这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阅兵它不是庆祝国际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的胜利是这么一个纪念活动，它是一个勾结法西斯的政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所以中共是彻头彻尾的就是勾结日本法西斯的角色。而他纪念所谓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呢，真正纪念的是自己勾结法西斯而没有被发现的胜利。这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多少人这里了解辛浩年教授的书多少人了解抗日战争的真相？我觉得在中共居然现在其实是冒天下大不韪，他自己勾结法西斯，他还跑出来纪念什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他觉得天下人都不知道吗？所以趁这个机会，我们应该好好帮中共宣扬一下他真正庆祝的胜利是什么就他自己的勾结，而希望能够躲过这个世人的眼光的这么一场胜利，我们就给他说清楚。这是我的看法我真的是这么认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觉得中共说谎已经觉得习惯了再说谎，9月3号的阅兵就是一场大谎言嘛，大家觉得不想批他了，都累了这个人一天到晚说谎，这个不是这个人这个家伙但是我觉得不行，一桩是一桩，还是要把它清清楚楚说清楚，因为总有人不清楚。特别是年轻人所以这个机会我觉得真的大家应该好好传扬一下。如果喜欢方伟的节目，觉得我说的对的话，大家可以留言你觉得我说的对跟不对都可以留言。你觉得你说的不对，为什么？你可以留言呢，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你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能够分享这个节目给更多的人所有的华人都知道中共的真相，中共就不能持续下去了。共产党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靠意识形态而成，它也会因意识形态而灭而败。这就是关于共产党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真实好吧，好，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方伟会加入早安中国节目这个节目叫早安美国晚上节目7点钟是早安中国节目。另外呢，我昨天跟唐吉远先生做了第2集的叫做远方对话唐吉远跟方伟的对话。那么讲到这个中共目前的这个政坛的一些变化，唐吉远他的解读我觉得基本上是问他的解读，我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是一家之言，也没有说官宣证实，但是呢，我觉得要了解这些事情。有的人说你唐吉远猜那些东西干什么？有用因为中共如果变化的话，后中共的变化跟前中共的变化是相连接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对，就会被人玩弄所以现在呢，这些探讨吧，因为中共是一个就叫做一个黑箱作业这黑箱我们尽量要把阳光照进去，把它带出来。好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目现在就有叫做那个远方对话，在方伟频道里头晚上7点钟大家在早安中国见，好吗？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新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点击一下订阅，这样不会错过晚上节目的通知。好，那这样咯，晚上再见。